水瓶座喜欢你的10个讯号。下集，真正的水瓶不是突然爱上你，而是某一天发现生活里到处都是你。水瓶开始把时间留给你。很多人都说水瓶爱自由，这句话没有错，可是很多人误会了自由。自由不是不陪你，而是他可以决定把时间留给谁。水瓶其实有很多事情想做，一本还没看完的书，一部看到一半的电影，一个突然想到的新点子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甚至只是一个人坐在咖啡厅发呆，他都能过得很好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他开始主动调整自己的时间，开始把周末空下来，开始问你那天有没有空，不要以为只是刚好，因为对水瓶来说，时间一直都是最公平的东西。嘴巴可以骗人，讯息可以复制贴上，可是一个人愿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留给另一个人，那才是真正的在乎。很多女生都在等水瓶每天找自己聊天，可是真正重要的不是聊天频率，而是他的行程里开始出现你。以前他的假日只有自己，后来开始多了一句要不要一起去，这一句比100句我想你更难。因为水瓶开始让另一个人走进自己的生活节奏。有个水瓶每个星期六固定去打球，打了快10年。有一天朋友问他明天打吗，他回下午不行。朋友很惊讶，你不是从来不缺席？他笑着说有人约。那一天他不是放弃兴趣，只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有一个人比习惯更重要。水瓶不是没有自由，他只是开始把自由分给你。水瓶开始吃醋，却假装只是好奇。水瓶很少直接问你是不是喜欢他，他比较可能问你们认识很久吗？他平常都这样，你最近好像很常提到他。表面上只是聊天，可是问题越平静，代表心里越不平静。因为水瓶很讨厌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。他一直觉得喜欢一个人应该是自由的，可是当他真的喜欢了，他才发现原来自己也会在意你今天跟谁出去，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，你是不是也会这样跟别人聊天。他不是想控制你，他只是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也有害怕失去的一天。所以他会一直告诉自己没关系，他有他的朋友，我不要想太多。可是脑袋却一直重播刚刚那个画面，一直重播，一直重播，直到睡前还在想女生聚餐时拍了一张合照，旁边站着一个男同事。水瓶回复只有1句今天很多人。女生回答对啊，聊天就结束了。可是隔天他却突然问昨天站你旁边那个是你同事？不是因为怀疑，而是因为他一直记住。水瓶不是不吃醋，他只是把醋藏在理性后面。他开始把未来不小心说出口。水瓶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，可是真正喜欢上一个人之后，他开始会说一些自己都没发现的话，例如下次带你去冬天那里很漂亮，你应该会喜欢，以后有机会一起。你会觉得只是聊天，可是水瓶以前的未来只有自己，现在开始有了复数。很多人以为承诺一定要是我们交往吧，其实不是。真正的承诺常常藏在一句很自然的下次。因为如果他的未来没有你，根本不会出现一起这2个字。水瓶不是开始规划未来，他只是开始不自觉地把你放进未来。真正的告白往往发生在他最不像自己的时候。很多人一直等水瓶浪漫告白，可是真正的水瓶告白通常很普通，甚至有点笨拙。可能是我最近好像很常想到你，也可能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，甚至只是以后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。没有电影台词，没有烟火，没有惊喜。因为他真正害怕的不是被拒绝，而是说出口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所以每一句坦白都代表他已经想了很久很久，
女生问他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他沉默了10几秒，最后只说一句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，但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消失，我应该会很难过。女生笑了，她知道这就是水瓶能给的最认真的告白。水瓶的告白不是冲动，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终于愿意冒一次险。所以如果今天要我用一句话形容水瓶座的爱情，我会说，水瓶不是最慢喜欢人的星座，他只是最慢承认自己喜欢人的星座，因为他相信感觉会骗人，新鲜感会消失，激情会褪去，可是真正留下来的人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，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今天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，第一个想分享的人是你，今天遇到一件委屈的事，第一个想找的人也是你，今天规划未来，脑海里还是你。那一刻他终于承认，不是你走进了他的世界，而是你已经变成了他的世界。如果你身边刚好有一位水瓶座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我们下一集继续分析12星座。